青玉啊，怀儿出息了，咱苏家祖坟冒青烟。可你看看这几个侄子，大壮到现在连个营生都没有。一家人嘛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给他们仨安排个差事，不过分吧？二哥，这怀儿还没回来，我做不了主。做不了主？你是他爹，大钱以孝治天下，老子的话儿子敢不听？青玉，我把话撂这儿，怀儿要是不给面子，我明天就去县衙告他忤逆不孝，秀才功名说革就革。爹，歇着，我来。怀儿，二伯可是看着你长大的。小时候你发烧，还是二伯背你去的镇上。二伯，庆历3年冬，家父病重，我去你家借炭，你怎么说的？苏家就是个破落户，不如早死早超生。二伯，这话我记了6年。那是气话。气话？有钱去赌坊输个精光，没钱借亲弟1筐炭产。庆历3年，侵占我家旱地2亩，至今未还。庆历5年，赌坊欠债40两，拿我苏家族田抵押。上月，你家大壮在邻村调戏民女，被打折了腿，案子还挂在县衙。这按大钱律，宗族欺凌孤寡、谋夺家产者，族长可请家法送官纠办。二伯，你是想让我去县衙走一趟呢，还是？苏怀，你翅膀硬了，对长辈这么叫话，不怕天打雷劈？从今日起，我设苏氏义庄，立苏家族学，凡苏氏子弟免费入族学读书，笔墨只验我功，考取功名者另有重赏。凡族中孤寡老弱，由义庄每月发米粮。但若有人仗我名头横行霸道、欺男霸女、上门勒索，逐出族谱，送官严办。爹，从今往后，没人敢再欺负咱家。省城青云书院。怀儿，你说的那个书院远不远？400里。好，爹跟你去。苏大哥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帮你扫扫院子。拿着。不，苏大哥，你这是要赶我走吗？500两本金，县城东街一间铺面。我和爹要去省城，归期未定。巧云，我不希望你留在这里，只做一个等人回来的邻家丫头。我能做什么？我笨，除了干活什么都不会。千字文你3个月背熟，算盘打得比账房还快。这铺面交给你，我要你在我回来之前，把它经营成青山县最大的布庄。这500两是借你的，算利息。等我回来，你要连本带利还我。好，苏大哥，我做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遇到难处，翻我书房里那本《商经》，万事有我撑着。大人，清河县自今年开春以来蝗灾泛滥，村民苦不堪言。这是我撰写的一套防虫方略，此次若能治蝗，这功劳自然该是父母官的。只是我此去不知何日才能回乡，苏家就拜托大人照拂了。贤侄放心，本官在任1日，清河县内无人敢动苏家一草一木。多谢师叔。好，好一个师叔！照这办，出了岔子找你算账。特别是试验田里的金穗1号，伺候好了，亩产翻番。等我回来收账。怀儿，那个青云书院都是什么人？世家子弟，官宦后人，大钱排名前3的书院，寒门不足10人。那咱们去了，会不会被人欺负？爹，清河县的人欺负过咱们，后来呢？后来他们都跪了。所以，
走错了吧？送柴的走后门，送菜的走侧门，正门是给学子老爷们走的。清河县按守苏怀凭巡抚荐书入学。哟，还是巡抚荐的，那也得等。里头正给陈尚书家的公子安排院舍呢，你们先在外头候着。等就等。丁字号墨简就这儿了。这也太……能住。怀儿，咱们在清河县好好的，何苦来这里受气？什么味儿？哪来的一股子土腥味儿？哦，原来是新来的乡下按守。巡抚荐书也就住这种地方，看来这荐书也不怎么值钱嘛。爹，帮我把砚台拿出来。哼。圣人云：“存天理，灭人欲。何谓天理？仁义礼智是也。何谓人欲？声色获利是也。诸生当以此为修身之本。”和珅有一惑，百姓饥寒交迫，求一口饱饭，算天理还是人欲？保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。百姓之欲若不加接束，天下大乱。那荆江大堤年年溃乱，百姓流离失所啊！朝廷不修堤坝，只教百姓灭人欲，堤坝能靠存天理堵上吗？放肆黄口小儿，竟敢质疑圣人之言！学生不敢质疑圣人，学生只是觉得，空谈心性救不了溺水的百姓，经世致用，才是读书人该做的事。出去孔圣像前罚站2个时辰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回来。肉饼，趁热吃。你不怕被人看见跟我说话？我爹说，敢在朵老面前放炮的，要么是疯子，要么是真有本事。我赌你是后者。经世致用，得找本真正有用的书。苏按守，听说你在朵老课上放了一炮，空谈心性救不了百姓，好大的口气！李兄有事？没事，就是替你可惜。朵老已经放话了，你要是不当众认错这学期的乐感评语，他一个字都不会写。没有评语，你连乡试资格都拿不到。多谢提醒。苏按守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低个头又不会少块肉。怀儿，要不你就跟那老先生认个错，低头不丢人。咱们是来读书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爹，我说的是对的。对有什么用？人家不给你写评语，你连考试都考不了。朵老不写，还有别人写。谁？这书院里谁敢跟朵老唱反调？苏按守，漾江楼诗会可是省城文坛盛事，你一个乡下来的，不会连诗都不会写吧？我听说你在清河县考的那首《杏花雨》，有人说是抄的。这次诗会当场命题，当场作答，可没法抄了。李兄的意思是想在诗会上比一比？我可不敢跟按守比，只是觉得既然有人质疑苏按守的才学，不如趁这个机会证明给大家看。怎么证明？简单，诗会上当场命题，你若写不出像样的诗，自己退出书院，终生不考。别答应，这是圈套。好，但要加一条，我若赢了，你李维业当众给我磕3个响头，从此见我绕道走。一言为定。你疯了！李安泽他爹是临江府李家的，他输得起，你输不起。放心，他输不起的。怀儿，你真有把握？爹，睡吧。3天后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诗。这小子胆子比天大。
苏按手来了，诸位，今日有好戏看了。清河县的诗仙要当场赋诗一首。今日诗会以乐为题，诸位才子各展所长。乐这个题写烂了，看他能翻出什么花来。月照长安，嫦娥玉兔。月照长安不错，嫦娥玉兔也尚可。还有哪位？苏按手，怎么写不出来？笔墨伺候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弩轻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此词一出，天下再无咏乐佳作。李兄，赌约还算数吗？你等着！苏兄，你这首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夸了。坐，喝茶。那个老头儿，河防通义，治河方略，都是抄本，没有批注。让挡道了。找什么？治水的书，带批注的那种。治水？你一个秀才，治什么水？写2首酸诗不就够了？吟诗救不了人，但修堤坝能。大话谁都会说。我问你，荆江段大堤年年溃判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堤深土质思松，最忌白蚁，加上上游来沙量如年增大，河床抬高，悬河之势已成，不是修补能解决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书上写的。哪本书？您批注的那本。这本书是我花了20年实地勘察写的，从荆江到黄河，从运河到淮水，每一段堤坝的土质、水文、险工全在里面。但我有个规矩，回答我3个问题，答对了书给你，答错了从此别来藏书楼。请。第一，蓄水攻沙原理是什么？水专则急，急则沙随水去，以堤蓄水，以水攻沙。第二，若你是河道总督，荆江段给你3万两银子，你怎么花？不修堤先治堤，修多少次都是白搭。剩下的银子，在上游建分洪区，削减洪峰。第三，你觉得当今朝廷的河道衙门为什么年年拨银子，年年溃堤？因为溃堤才有银子拨，不溃他们吃什么？好小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拿去，3天内还。敢问先生尊姓？姓林，扫地的。后生，望江楼那首词，老夫听了。写诗是小道，你若真想经世致用，把这本书吃透，比100首词都管用。林，神府，
那不是省城首富吗？请咱们去干啥？去了就知道。那我穿什么去？这身衣裳是不是太寒碜了？穿什么都行，咱们是去做客，不是去卖身。苏晴，5000两银票，城中3间旺铺，只要苏公子点头，这些便是给令尊的见面礼。无功不受禄，沈员外这是何意？沈某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，年方28。若苏公子不嫌弃，沈某愿招公子为婿，日后沈家万贯家财皆由公子调配。沈员外好意，苏某心领了。只是功名未立，何以家为？苏公子太谦虚了，以公子之才，功名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有沈家做后段，何愁牵扯？沈员外，我手中的笔是要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的，沾了同寿气，字就写不正了。苏公子，这世道，清高不能当饭吃。你得罪了赵家，又在书院跟朵老闹翻，若没有强援，这省城的路怕是不好走。路好不好走，走过才知道。告辞。苏公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，我见过很多，他们后来都后悔了。那是他们。有意思。怀儿，怎么了？谈得不好？走，这地方不能待。爹，到底怎么了？人家好酒好菜招待。爹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宴席，那5000两银子是要买我苏怀这个人。怀儿，5000两，那可是5000两啊！我不是说你做错了，我就是心疼。爹，等我中了举人，5000两算什么？吹牛！不信，赌一顿红烧肉。赌就赌。老东西，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这条街是赵家的地盘，想摆摊儿先交500文。我交过了，上个月刚交的。上个月是上个月，这个月涨价了，钱柜，滚！我只有200文。200文，打发叫花子呢。3天之内把钱给我补上，补不齐就别在这儿摆摊了。欺负一个老头子算什么本事？滚远点，别碍眼！苏兄，你爹在城南被人打了。没事没事，就蹭破了点皮。你快回去读书，别耽误。怀儿，别去，他们人多。又一个，你谁呀？我叫苏怀，清河县按守，巡抚荐书入青云书院，打我爹的这笔账，你想怎么算？大爷饶命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把钱还回来，再给我爹磕个头。怀儿，爹没用，给你丢人了。爹，你别怕，谁再敢碰你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他全家跪着给你赔罪。躲在上面的那位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来日方长。这
这一趟必须去。赵大人，这段堤身有白蚁筑石的痕迹，孔洞已经贯穿表层，内部恐怕已经空了。哼，你是哪位？书院学生苏怀。学生？本官治水20年，这段堤坝年年加固，固若金汤。一个毛头学生看了2眼泥巴就敢说白蚁，危言耸听。大人可以挖开看看，若我说错了，当众给大人赔罪。挖堤？你知不知道挖开一段要花多少银子？谁批的？你批的？苏怀，别胡闹！赵大人是行家，你一个学生。赵大人，3天之内会有暴雨，若这段堤真的被蛀空，够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信口雌言的学生请出去，不许他再靠近堤坝半步。苏兄，别跟那种人置气，他是官，咱们是学生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胖子，你信不信我说的？我信你，但信有什么用？人家不让你靠近。你干嘛？你这是备灾。你认真的？3天之内这段堤会溃，到时候洪水从决口灌进来，这个驿站首当其冲。那怎么跑啊？往哪儿跑？四面都是低洼地，唯一的高地在后山。等暴雨来了，跟紧我。苏怀，今日之事你太莽撞了。赵大人是本官的旧交，你当众让他下不来台。王夫子，今晚别睡太死。什么意思？来吧。起来，堤溃了！想活命的，跟我走！怎么回事？后山往高处跑，谁都不许停！我的书箱，我的行李，命重要还是书重要？跑！苏兄，我跑不动了，你别管我。闭嘴，省力气。啊！天哪！赵大人说固若金汤啊！所有人抓住绳子，一个接一个往上爬。1、2、3。苏兄，你也进来。我不冷。那边有人！绳子给我。你疯了！水流这么急。拉住！我要是被冲走了，使劲拽！赵大人，还固若金汤吗？抓住！吃你的，我不饿。决口至少30丈宽，水位还在涨。最近的府城在60里外。各位，短则2日，长则5日才会有人来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得自己活下去。
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来的是大人物。大人饶命！下官年年加固，实在是百年不遇。把那个学生叫进来。你就是苏怀？是。青云书院的？是。听说你3天前就预警了溃堤。赵大人说我危言耸听。决口30丈，水位仍在涨。本官调了3000民夫，但没人知道怎么堵。你有办法？有，但需要大人全权授权，任何人不得干预。大人，他只是个学生。你拿什么担保？拿命。堵不住，大人砍我的头。好，3000人归你调。第一队沉船渡口，把装满石头的船推下去。第二队打桩，木桩间距3尺，打到打不动为止。苏公子，木桩不够了，拆驿站，拆民房，事后官府赔。这人死了谁赔？去拆！苏兄，你3天没合眼了，再撑下去要死人的。还差最后10尺。最后10尺，谁跟我上？我来。合拢了！别扶，我自己站着。你叫苏怀，本官记住了。苏怀，苏兄，你醒了！你昏了2天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地呢？稳住了，一滴水都没漏。赵主事呢？下了大狱了。巡抚大人亲自下的令，说他玩忽职守，差点酿成灭顶之灾。再来一碗。伤还没好，急什么？学生来谢大人救命之恩。是你救了3000人的命，本官该谢你。苏怀，本官问你，你日后想做什么？做官。做什么官？既能做事又能为百姓造福的官。好，本官给你写一封荐书，送入京城。你的名字该让上面的人知道。20年前，本官也是个穷书生，也治过一次水，但本官当年没你这个胆子。回书院好好读书，明年乡试，本官等你的好消息。苏公子回来了！哎呀，您的号座已经换了，山长亲自安排的，甲字号上房。不用，原来那间就行。苏按手回来了。这就是苏怀，3天堵了30丈决口，那可是30丈啊！听说巡抚大人亲自写了信。苏怀，乡试场上见。这是好。苏怀，乡试场上见。好。公子，这苏怀现在有巡抚撑腰，咱们是不是？闭嘴！先生，学生不会让您失望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！
城里书铺到处都在卖，打着你的名号卖2两银子一本。我去理论，人家说是赵家的铺子，把我轰出来了。卖了多少本？满大街都是，少说几千本，那就是几千两银子啊！用你的名字赚黑心钱。爹，别急，他们赚的越多，摔得越惨。你写什么？真的。啥？他卖假的，我就出真的。他卖2两，我卖5文。5文？那不是白送吗？白送才好，满城人手一本真的，谁还买他那2两的假货？好小子，这是要把他们的本钱全砸进去。一人一本啊，别挤别挤，一人一本啊，别挤别挤。掌柜的，没人买了，都去买那个5文的了。苏兄，高！赵家这回亏了少说上万两，亏的不是钱，是脸。苏公子，小的是赵家的管事，有件事小的不说，良心过不去。说，赵家跟李一泽的人搭上了，他们在谋划乡试的事。什么事？小的只听到一句，让他进了贡曲也出不来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苏公子那5文钱的书里有一首诗，写的是为天地立心。小的虽然是下人，但也10几个字。你叫什么？小的姓周，周福。周福，今晚的事我记下了，你回去什么都别做，别让人起疑。进了贡泉也出不来，夹带还是栽赃，不管是什么，来吧。怀儿，想什么呢？爹，乡试那天你别去贡场门口等。为啥？别人家都去。听我的，那天你待在客栈里，哪儿都别去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就是考试那天不想分心。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来人！这是考检去来了。下一个。夹带！有人夹带！跪下！这考篮从我手里递给你，中间没经过第3个人，对吧？那又怎样？夹带就是夹带。那请大人看看，这考篮的夹层是旧的还是新的？我的考篮用了3年，这个夹层是什么时候缝上去的？我的考篮昨晚放在客栈房中，今早出门时，房门虚掩。苏怀，做了弊还想攀咬别人，可笑！请大人验一验那几张纸上的字迹，是不是我的字？字迹确实不同。这是3天前有人送到我手上的匿名信，说有人要在我考篮里做手脚。我当时不信，但以防万一，今早出门前在考篮底部做了个记号。如果这考篮一直在我手里，我为什么要防自己？你过来。大人饶命！是有人给了小的20两银子，让小的拿下，喝茶。学生入场了。公子，那个苏简的招了怎么办？死不了，赵家会处理。苏怀，这是你的号。想用这个恶心我，太小看人了。
等的就是这道题。臣闻天下之事，不在庙堂之高论，而在边关之寒铁。和亲者以女子换苟安，遂避者以民脂买残团，皆非常策。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不能战则不能和，能战而不战，方为上策。兵无饷则散，将无权则怯。岁入10至6期阳润关，渔者方拨边饷，杯水车寒，精兵简政，屯田养战，10年可见其功。管他呢！诸位怎么看？大逆不道！什么叫和亲者以女子换苟安？这是在骂朝廷！此卷当不！太狂妄了！一个举子敢议国策，李大人以为如何？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不能战则不能和。诸位，这句话错了吗？科举取士取的是能臣，不是应声虫。此卷文采斐然，见识深远，言人所不敢言。若连这样的卷子都要纰落，那这乡试还有什么意义？此卷列为第一。瘦了，黑了，怎么一股味儿？臭号，臭号。没事，考完了。考的怎么样？要么第一，要么落榜，没有中间。什么意思？先洗澡，这身味儿再不洗，客栈都不让我进门了。什么叫要么第一，要么落榜？你这孩子说话能不能别吓人？怎么还没来？别人家都有报路的了。隔壁那个姓张的考了第47名，报路人一大早就来了。急什么？吃饭。你说，不会是落榜了吧？你上次说什么要么第一，要么落榜？万一真落榜了怎么办？咱们回去种地还是……爹，报路是从末位往前报的，越晚来名次越高。爹，不管什么结果，别说丧气话。捷报！临江府乡试。捷报！清河县苏怀苏老爷高中临江府乡试第1名，解元。解元。爹，别哭了，让人看见笑话。让他们笑，让他们都笑！我儿子是解元，解元啊！恭喜恭喜！今日酒钱全免。走，回屋洗把脸，下午还有鹿鸣宴。小哥，你再喊一遍，大声点儿！清河县苏怀苏相公乡试第1名，解元。你听见没？解元，你爹我生了个解元，恭喜啊，老爷！红烧肉的赌。那个，你说中了举人5000两算什么？现在中了猿人，你欠我1顿红烧肉。行，10顿都行。那必须得是最好的馆子。解元他爹吃差的丢份儿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才是我儿子，就该穿这样的衣裳。爹，今晚你早点睡，明天咱们回清河。少喝酒，别跟人起冲突。爹，这才刚开始。我知道，去吧。
久闻苏解元大名，望江楼一首《水调歌头》天下传唱。今日鹿鸣宴，不知解元可愿再赐一首？柳兄客气了。诸位，今日群贤毕至，若只是吃酒，未免无趣，不如以诗助兴。在下不才，先抛砖引玉。好诗啊，确实工整。解元请。柳兄这首写得好，工整雅致，挑不出毛病。但太规矩了。今日月色好，我不写律书，写首古风。青天有月来几时？我今停杯一问之。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。皎如飞镜临丹阙，绿烟灭尽清辉发。但见萧从海中来，凝脂小象云间灭。白兔捣药秋复春，嫦娥孤栖与谁邻？今人不见古流水，今人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共看明月皆如此，唯愿当歌对酒时，月光常照金樽里。好一个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在下输了，心服口服。柳兄过谦，诗无高下，只有真假。苏兄，日后进京赶考，你我同路，到时候再讨教。好。苏兄，今晚你太厉害了！柳云飞那可是江南第一才子，被你一首诗按在地上。他是好人，以后进京用得着。你什么时候都在想这些？苏兄，有件事提醒你一声，请说。李宪作的父亲是京城礼部侍郎，你中了结缘，明年会试礼部主持，小心。礼部。怀儿，这些人都是来接咱们的。那我是不是得摆个架子？您平时什么样就什么样。那不行，今天我是解元他爹。苏解元一路辛苦，本县已备下薄酒为解元接风。大人客气，改日再叙。今日先回村祭祖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苏解元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以前。起来吧，当年若非村长鞭策，苏怀未必有今日。便宜他了。今日回来，一是祭祖，二是跟各位说几句话。苏怀能有今天，靠的不是一个人。爹供我读书，卖了10年臭豆腐。但苏怀一个人好不算好，清河苏家都好才是真的好。我立3条族规：第一，苏家子弟凡年满6岁者，必须入族学读书，戍守由义庄出。第二，族中有难，义庄救急，但救急不救穷，好吃懒做者不在此列。第三，仗苏家名头在外欺人者，借苏怀之名敛财者，逐出族谱，永不续史。各位有异议的，现在可以说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列祖列宗在上，苏怀不会让苏家蒙羞。怀儿，你什么时候进京？过完年就走，会是在3月。京城远吗？远，坐船加骑马大半个月。
那我……你跟我一起去。真的？我去哪儿，你去哪儿。好，去京城。你爹我还没见过皇帝住的地方呢。苏解元，林先生的信。怎么了？京城有变，得提前走了。巧云，巧云，你们这是？苏老爷，我们巧华听说解元公明日就要进京了，特意做了几样点心来送行。这怀儿在收拾行李，你们让他们进来吧。苏老爷，我们巧华的心思你也知道。当初解元公给了500两让巧鱼开铺子，巧鱼一文没乱花，全攒着呢。巧云，你自己想说什么？苏大哥，我不求做正妻，做妾也行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能跟着你。对，做妾也行，我们巧云不挑。巧云，抬头看着我。你是好姑娘，但我不能娶你，不是你不好，是我这条路太难走了。跟着我的人要吃很多苦，我不想让你吃这个苦。吃苦怕什么？我们巧云……这是300两，加上你手里的500两，够你在省城开一间像样的绸缎铺。我不要钱，我要……巧云，你今年17，再过2年就19了。清河县有的是好后生，踏实敢干的。你嫁个好人家，日子比跟着我强100倍。苏大哥，那我以后还能叫你大哥吗？当然能，你是我妹子，谁欺负你跟我说。义兄。这是我做的桂花糕，路上带着吃。好。怀儿，巧凤那丫头挺好的，你真不考虑？爹，我要去的地方带不了她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成家？等站稳了再说。你站稳了，我都抱不动孙子了。爹，早点睡，明天卯时出发，坐船到运河，再换马车北上。怀儿，京城那地方比省城还大吧？大得多。那我得多带2双鞋。这河真宽，比咱清河大10倍都不止。各位客官坐稳了，前面是魏国公的船，咱们得绕。救命！我儿子不会水。又一个不长眼的，谁让他挡道？淹死了活该，下次长记性。怀儿，你哪来的穷酸，也敢在这儿多管闲事？咱家的船也是你能撞的？莫不是想讹诈国公爷？怀儿，别惹事儿，那可是国公爷的船。我知道。
这就是京城。可是苏姐说，林先生派小的来接。瘦了，先生，请坐。会试的事儿，你知道多少？礼部主持，李世则知府李尚书是副主考。不止如此，今年主考是翰林院长院周大人，此人与魏国公是姻亲。你那篇策顺骂冗官骂和亲，得罪的不是一个两个人。魏国公一派恨你入骨，李家更不必说。先生的意思是，藏拙，会试不求第一，前10即可。锋芒太露，他们会联手把你按死。先生，我不擅长藏。我知道，所以才提前叫你来。还有1个月，我教你。记住，殿试才是你亮剑的地方，会试只是门槛，跨过去就行，不需要踹碎它。学生明白了。去安顿吧。你爹呢？在门口等着。叫进来一起吃饭。谈完了。进来吃饭。那老头是谁呀？我师父，前工部尚书。副将，苏姐，来。不需要踹碎它。人，考得怎么样？还行。能中吗？能。第几名？不高不低。才第10。第10，挺好。什么挺好？你相似是解元第1名，怎么会是才第10？是不是那个什么礼部侍郎搞鬼？爹，是我故意的。啥？第10名刚好进殿试，又不会太扎眼。那些想暗死我的人，看到第10名会觉得不过如此，就不会在殿试前动手脚。你故意考差的？不是考差，是刚刚好。你这孩子，心眼子比筛子还多。爹，殿试是皇上亲自出题、亲自阅卷，到了那一步，没人能做手脚，那才是我真正亮剑的地方。行吧，反正我也管不了你。走，去跟先生报个信。第10，不高不低。好，殿试在4月21，还有1个月。这1个月把这些全看完。户部10年账目、兵部边防奏折、工部水利预算。殿试策论，皇上问的不是文采，是你懂不懂这个天下。先生，这国库看出来了，岁入3000万两，支出4200万，年年亏空1200万，这么下去，5年之内国库见底。先生，殿试上我能说这些吗？你觉得呢？皇上如果不想听真话，就不会亲自出题。去吧，把那些全看完。殿试那天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寒门出宰父。殿试策论，题目：论国用不足之弊，何以充盈国库？
一个黄口小儿竟敢妄议国政，采冗员清田亩，这是要动摇国本。数据倒是精准的离谱，这些数字他从哪里得来的？哼，定是有人泄露机密，此人背后必有指使。让他上来。宣第10名公子苏怀觐见。苏怀，你卷中所立数据从何而来？回陛下，户部每年公布岁入岁出大数，臣以各省布政使司上报之粮税、盐税、关税主项相加，与户部总数对照，差额即为隐瞒或挪用之数。你算了多久？1个月。退下吧。哎，怎么样？说不好。什么叫说不好？我把该说的都说了，能不能中，看皇上的意思。你又说大实话了。爹，如果这次不中，呸呸呸！不许说丧气话。行，不说，走，吃饭去。怀儿，该齐了，今天放榜。万一迟到了，辰时才开始，还有2个时辰。我睡不着。爹，不管什么结果，天塌不下来。意甲第1名状元江南柳云峰。意甲第2名榜眼河北张文远。意甲第3名探花浙江陈子昂。2甲第1名、2甲第2名、第3名、第4名、第5名、第6名。2甲第7名清河苏怀。2甲第7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刚刚好。怎么样？第几？2甲第7。2甲第7，不是状元？不是。你乡试是解元第1名啊，怎么到了殿试才第7？是不是那些人搞鬼？爹，听我说，我那篇策论骂了半个朝廷，皇上没把我剔落，还给了2甲第7，这已经是在保我了。保你？给我状元，魏国公那帮人会联手弄死我；给我2甲第7，不高不低，他们觉得无所谓，就不会太针对。但2甲照样能做官。那也是进士。是，正儿八经的进士。好，我儿子是进士了。走吧，该去吏部斗选了。 2甲第7，皇上用心良苦。先生，吏部候选，他们会把我派到哪里？魏国公不会让你留京，李家也不会，他们会把你往最远、最苦的地方塞。多远？南疆万宁县，10年换了7任县令，前3任辞官，中间2任病死，最近2任失踪，当地人叫他县令坟墓。你那篇策论写的清简田亩是引田归侧，万宁县引田最多。那就去。苏怀2甲第7，受万恩县知县，即日赴任，不得延误。
下官领命。苏知县，万宁可不是好去处，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多谢大人关心。万宁在哪儿？南边，很难。多远？骑马加坐船，大概1个半月。我打听过了，那地方死过好几个县令。爹，看着我。那些县令，有的是书呆子，有的是贪官，有的是软骨头，我哪样都不是。可是，爹，他们把我往死路上推，是觉得我会死在那里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我就是要去最烂的地方，烂到底了，怎么干都是功绩。3年之内，我让万宁变成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样子。那我呢？你跟我去，我去哪儿你去哪儿，说过的。行，去就去，大不了再卖臭豆腐。到了万宁，您就是县太爷他爹，谁敢让您卖臭豆腐？信是给南疆几个旧友的，到了万宁，若遇难处可以找他们，但别轻易用，用一封少一封。万宁的情况，我能查到的都写在里面了。赵霸天，本地豪强，把持万宁10年，前几任县令要么被他架空，要么被他逼走。此人手下有私兵300，控制全县粮食和盐铁买卖，县衙的衙役师爷全是他的人。你去了，就是光岗司令。先生，您觉得我能赢吗？20年前，我也去过一个烂地方，比万宁还烂。我跟他们斗了3年，最后被调走了，所以我后来才辞官，因为在朝堂上我斗不过他们。但你不一样，你比我年轻，比我狠，比我能忍。去吧，把万宁翻过来。学生定不负先生。怀儿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，也不多带几个人。人多了反而碍事，到了万宁再说。送你，路上喝。状元公亲自送行，苏某受宠若惊。少来，万宁的地方你小心。刘兄，等我消息，3年之内，万宁会让你刮目相看。我等着。苏怀，别死在那儿。怀儿，这地方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？停！怀儿，嘿嘿，识相的把车留下，人可以走；不识相，就把人也留下。苏大人，打不过，硬拼是死路，要不把货留下，保命要紧。大人，你们多久没吃饱饭了？看你们的样子，少说饿了10天半月，刀都握不稳，还结什么道？少废话，把东西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烟雾弹，点着了，方圆10丈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车上有20个，你们冲下来的时候，我的人已经跑了，你们什么都抢不到。我叫苏怀，新任万宁知县。这20车东西是带去万宁的。万宁那个鬼地方，你去送死？我去做官，顺便问你们一句，你们是哪里人？万宁的。万宁人被逼得上山当匪，是赵霸天逼的吧？我给你们2条路，第一条，继续当匪，饿死在山里；第2条，跟我下山回万宁，我给你们饭吃，给你们活干。赵霸天的账，我来跟他算。
凭什么信你？凭这个，我是朝廷命官，说话算话。再说了，你们100多号人，连我20车粮食都抢不动，跟着我，至少顿顿有饭吃。大人，弟兄们跟你走。这就完了？爹，上车，赶路。大人，到万宁还有多远？3天。赵霸天知道您来了吗？知道。他会怎么对付您？先给我一个下马威。什么样的下马威？很快就知道了。这是县城。哎呀，苏大人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小的赵某在万宁做点小买卖，特来给大人接风。赵员外客气了。苏大人恕罪，万宁穷乡僻壤，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。这碗粗粮饭是小的一点心意。这是给人吃的。怀儿，你。多谢赵员外款待，饭虽粗陋，心意本官领了。苏大人真是好胃口。赵员外，本官初来乍到，有件事想请教。大人请说。万营县在册人口37000户，本官一路走来，城中不足1000人，其余的人去哪儿了？这万宁地贫，百姓外逃谋生也是常事。10年前，万宁在册人口62000户，10年间少了2/3，是逃的还是死的？苏大人刚来，何必操心这些旧事？先歇歇，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。不必，本官今日就住县衙，赵员外请回吧。爷，这小子不好对付。不急，饿他3天，看他还硬不硬气。怀儿，这地方。爹，先将就，过几天就好了。那碗馊饭，你怎么真吃了？他想看我发黄，我偏不。可你肚子……铁打的，没事。赵霸天，你给我吃馊饭，等着吧，我会让你跪着把这碗饭还回来。怀儿，没人来，要不今天算了。独眼，大人，按名册上的地址挨个去请，半个时辰内到不了的，记下名字。花名册上32人，到了14个，其余18人呢？回大人，有的病了，有的家里有事儿。你是？小的刘三，班头。刘三入衙8年，去年腊月，城东张寡妇报案说被人抢了3两银子，你接的案，结案了吗？那个还在查。城西李图晃被人打断了腿，今年2月的案子，你接的，结了吗？大人，这些案子都有难处。 8年，
经手案件47起，结案3起，其余44起全是在查。刘三，你这个班头是给朝廷当差的，还是给赵霸天当差的？来人！刘三，玩忽职守，杖20，革职。本官不为难你们，从今天起，过去的事一笔勾销。但，你叫什么？回大人，小的孙大牛。入衙几年了？3年。为什么来当衙役？家里穷，想混口饭吃。3年里，有没有受过赵霸天的好处？没有，小的不敢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捕头。我，本官的规矩只有一条：做事做实事。谁做事，本官保他；谁偷奸耍滑，刘三就是下场。散了，明天卯时，本官要看到所有人穿公服列队，做不到的自己交辞呈。大人，赵霸天派人送来的，说是万宁县10年的账册，请大人过目。大人，他以为这堆烂账能难住我。多言，去给我烧壶容茶，今晚不睡了。大人，这得算到什么时候？天亮之前。大人，算完了。算完了，去把孙大强叫来，再去街上敲锣，告诉全城百姓，今日午时，本官在县衙门口宣读万宁10年账目。当众宣读？对，让所有人都听见。万宁的父老乡亲，本官苏怀新任知县，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。你们的钱去哪儿了？万历31年，朝廷拨万宁修路银8000两，实际用于修路。0，银子去向赵霸天名下万工商号。万历33年，赈灾粮3000担，实际发放400担，其余2600担赵霸天名下粮仓。10年间，朝廷拨破万宁各项银两共计231万两。实际用于民生57万两，其余174万两，全在赵霸天的口袋里。大人，我家老头子3年前修河堤累死的，说好的抚恤银呢？一文都没见着。大娘，抚恤银在账20两，被赵霸天的人劫了。爷，那姓苏的把账全算出来了，在县衙门口当众念174万两。不可能！那些账我故意弄乱的，水泡过的、撕掉的、数字对不上的，他一个晚上怎么可能算出来了？一文不差，连哪年哪月的都对得上。他想用这个扳倒我，做梦！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没有人证物证，光凭几个数字，搞不倒我。传令下去，从今天起，全城粮铺、菜市、肉铺全部关门，1粒米都不许卖给县衙。我倒要看看他算得清账，填不填得饱肚子。怀儿，咱带的粮食最多撑3天了，那些铺子全关了门，买都买不到。爹，万宁靠海吗？啊，好像是靠海的。靠海的地方饿不死人。什么意思？明天跟我去海边。去海边干嘛？
赶海。看见了吗？这东西叫蛏子，滩涂里到处都是。这能吃？不光能吃，还是好东西，清蒸、爆炒、猪汤都行。还有这个，赵霸天断了粮铺，但他断不了大海。那玩意儿真能吃，不会拉肚子？爹，下来帮忙。这家伙肥呀！把衙门大门打开，摆桌子。摆桌子？摆在门口，谁来都有份儿。来吃，不要钱。慢点吃，锅里还有，管够。大人，这些真不要钱？不要钱，明天还有，后天也有，只要海还在，就饿不着。赶海？他去赶海了？不光赶海，还在县衙门口摆了流水席，全城百姓都去吃了，香的隔3条街都闻得到。我断他的粮，他请全城吃海鲜。海我管不了，但药我管得了。入夏了，万宁年年闹10亿，今年让他闹得大一点。爷的意思是把城里的药铺全收了，一粒药都不许外流，等一平一起，看他拿海鲜治病。大人，明天还有吗？有，每天都有。大人，小的打听到一个消息，说赵霸天把城里3家药铺全盘下了，连轩下的赤脚郎中都被他警告过了，不许给人看病。他在等什么？每年入夏，万宁都闹一场10亿。往年药铺涨价3倍，百姓已经苦不堪言。今年他把药铺全收了，断粮不成就断药，好算盘。独眼，明天带几个人去后山转转，我要看看山上有什么草药。大人还懂医？求求你们，我儿子快烧死了，一包退热散就行，求求你们。500文一包，没钱免谈。我只有80文，能不能先赊？赊？少爷说了，概不赊妾。搬石头、垒灶、烧水。大人，这是药。把孩子放下，等药凉了喂他喝。多少钱？5文。他卖500文，我卖5文，一样的药，一样退热。快去禀报赵爷，那个姓苏的在对面卖药，5文1碗，咱们的客人全跑了。5文？他的药从哪儿来的？我把方圆50里的药铺都空了。听说是他自己上山采的，后山那些野草，野草能治病？他蒙人的吧？已经有人喝了，退热了。
管用。大人救命之恩！别跪，回去让孩子多喝水，明天再来喝一碗巩固。苏大人万岁！别喊这个，犯忌讳。明天继续采药，多带几个人，我叫他们认。大人，赵霸天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。吃点东西，你今天又没正经吃饭。怀儿，你这些药真管用，不会吃出事儿吧？管用。林先生给的书里有方子，我又根据万年的气候调了调，放心。那赵霸天他会不会来砸摊子？他不敢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砸药摊，等于逼所有人站到我这边。他没那么蠢，但他会换招，断粮不行，断药不行，下一步他会来硬的。硬的？什么意思？爹，明天开始我要招兵了。怀儿，没人来呀？再等等。这帮人，大人，我们来应征。大人，这帮人都是残废，能打仗吗？这茧子是我刀磨出来的，这站姿，你当过兵？你们不是乞丐，你们是兵。你们隶属哪座卫营？南疆卫，5年前跟蛮族打了一仗，死了3000多弟兄，活下来的就剩我们这些。朝廷说我们是残兵，不发饷了，我们回不了家，就在这儿讨饭。名字？周铁柱，原南疆卫百户。周铁柱，从今天起，你是万宁卫队长，月饷500文。你们每个人只要还能握刀，我养你们，不是1个月2个月，是一辈子。大人，我们是残废，打不了硬仗了。你少了一条腿，但你脑子里装着20年的战阵经验，你一个人顶10个新兵。你少了一只手，但你左手的刀法比大多数人的右手都强。你少了一只眼，但你剩下那只眼比谁都亮。朝廷不要你们，我要。万宁需要你们。万宁卫百户周铁柱，领命！向右看！大人，加上我那100多弟兄，咱们现在有150号人了。但赵霸天手下有300私兵。向前看！不急，兵不在多，在精。这30多人，每个都是百战老卒，给他们1个月，能把你那100多人练成样子。那赵霸天要是等不了1个月呢？大人，出事了！城外王家村怎么了？被屠了！黑风寨的匪把整个村子烧了，男女老少一个没留。几时的事？今天下午，有个5岁的孩子跑出来了，跑了30里路来报信儿，现在在衙门口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胡子。胡子，你跑了多远？30里。你一个人跑了30里。备马，我去王家村。数人数，47具，全村63口人，少了16个，可能被掳走了。黑风寨多少人？200出头，但他们跟赵霸天有勾连。赵霸天给钱，他们办事。
证据呢？赵霸天跟黑风寨的联系有证据吗？没有实证，都是口口相传。认识这个标记吗？这是军制界南疆卫的制式，5年前那批。5年前南疆卫溃败，军械散落，黑风寨用的是军械，这些军械是谁给他们的？赵霸天，当年那批军械就是经他手报损的。这就是证据。周铁柱，黑风寨的地形你熟吗？当年剿过一次，没剿成。寨子建在山顶，只有一条路上去，一线天，两边是绝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如果不走一线天呢？那没路。没路可以开路，但我不打算强攻。独眼，你以前是黑风寨的人，寨子里的布局你清楚吗？清楚，粮仓在东，兵营在西，寨主住北面最高处。他们的粮食从哪儿来？赵霸天每月送一次，下次送粮5天后。5天，够了。怀儿，这孩子，先养着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5天后，赵霸天送粮上山，我们混在送粮队伍里进去。多少人？37人，多了藏不住。37人打200多？不是打，是请军入瓮。5天之内，我要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。王家村47条人命，一条都不能白色。口令，我是你爸爸。动手，走。你谁？万宁知县苏怀。赵爷会。赵霸天救不了你。王家村47条人命，这支箭是你的人射的。那是赵爷让干的。不过，独眼，把他刚才说的记下来。赵爷让干的，签字画押。我不签，签，你是从犯，还有活路；不签，王家村47条命全算你头上。你猜是什么罪？黑风寨匪首钻山豹供认，王家村奴杀系受赵霸天指使，目的是恐吓本官。军制剑器系赵霸天5年前从南疆魏军械库中私吞转卖。来人，持本官手令，拿赵霸天。赵霸天，还记得那晚馊饭吗？赵霸天私吞军械，勾结匪寇，屠杀王家村47口，鱼肉百姓10年，条条桩桩证据确凿。赵霸天罪证确凿，一律当斩，押赴刑场，秋后处决。无言。
煤。大人，这黑石头有什么用？烧火吗？不只是烧火，这东西是金子。黑乎乎的，哪像金子啊？回去，我要做个东西。这是啥？蜂窝煤，比木柴耐烧3倍，比普通煤炭干净10倍，一块能烧2个时辰。还真暖和，比柴火强多了。爹，这东西要卖出去，得让人信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让我想想。有了！各位父老乡亲，看好了，这蜂窝煤烧1个时辰，鸡不死，没毒。看见没？没烟，没毒，一块2文钱，烧2个时辰，比柴火便宜1半。哎呦，真的吗？2文钱烧2个时辰？骗你，我是孙子！不信你买1块回去试，不好使，明天来找我退钱。哎，别急别急，都有2文1块，烧2个时辰。每块成本不到1文，卖2文，一天净赚100多文，不多，但这只是开始。大人，城外来了一队人马，打着金旗。叶振北，南疆总兵叶振北，他怎么来万宁了？来者不善，走，迎一迎。你就是新来的万宁知县？正是。叶将军远道而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本将路过万宁，粮草不济，征用你城中粮食300担，草料500挎，3日内备齐。将军，万宁刚除了赵霸天，百废待兴，300担粮食是全城百姓半月的口粮。那是你的事，军令如山。将军若肯给苏某半天时间，苏某有样东西想给将军看看，或许比粮食更有用。好，给你半天。苏知县，本将没工夫看你烧水。将军稍等。将军，您的兵在边关，冬天最怕什么？冷。冻死的比战死的还多。这东西叫蜂窝煤，无烟无毒，一块烧2个时辰。帐篷里点一个，零下30度冻不死人。多少钱一块？那得看将军怎么谈了。将军要300担粮食，苏某拿不出，但苏某可以每月供将军蜂窝赔1万块，价格市价的60%。你想用煤换粮？不是换，是做生意。将军用均价买煤，省下来的柴火钱足够补上粮草缺口。苏某这边多了一个大客户，万宁百姓多了一份工，双赢。你这个知县不像个文官。将军过奖。成交，但本将有个条件，质量不能差。将军放心，苏某用活鸡试过毒，绝无问题。对了，本将有个女儿，正在跟着我历练，她对万宁的情况感兴趣，想留几天看看，你不介意吧？将军的女儿？这就是县衙，简陋了些。将军小姐，别叫我小姐，叫我叶红鱼。这东西产量能到多少？目前日产300，扩床后可以到3000。你一个文官怎么会做这种东西？书上学的。哼，书呆子倒是有点用。
这就是你的兵吗？一群残废。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10年以上的战场经验，缺胳膊少腿不影响他们教人打仗。我留3天，想看看你这个书呆子到底能把万宁折腾成什么样。随意。怀儿，画什么呢？万宁以后的样子。能变成这样吗？能，但还缺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一种能让房子坚不可摧的东西。明天去北山看看。行吧，反正我也听不懂。吃完饭早点睡。这是石灰石，烧了以后加水，再掺上粘土和铁矿，能做出一种东西，比砖硬，比石头韧，干了以后刀砍不动。就这破石头，能行吗？找20个人，按这个图砌窑，3天之内要烧出第1炉。大人，这东西真有那么神？3天后你就知道了。明天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谁来试试，能不能掰开？这什么鬼？比铁还硬！铁柱，拿锤子来，砸！怎么砸不碎？哦！这是什么？我叫它水泥。如果用这东西修城墙，刀砍不动，火烧不透，比现在的夯土墙硬10倍。你去哪儿？找我爹，他还没走远。真乃神物啊！将军若有兴趣，苏某可以供应水泥，但有个条件。说，万宁要修路、修城墙、盖房子，苏某需要人手。将军若能借我50个兵，帮忙干1个月的活，水泥的事好商量。50个不够，我给你100。另外，红鱼留在万宁，他替本将盯着。叶姑娘，既然留下了，明天跟我去看看万宁的路。看路干什么？修路，用水泥修。万宁要活过来，第一件事是让人进得来，货出得去。你这个人脑子里装的全是这些。不然呢？哼！明天卯时，别迟到。怀儿，那个叶姑娘长得挺俊的。爹，别瞎想。我就说说。又是官府的把戏吧？干了活不给钱怎么办？赵霸天那会儿也搞过，干了3个月，一文没见着。这都干了活不给钱，谁还敢再信啊？现钱现粮，当天结算，干1天领1天。不信的，先干半天试试。骗你们1文钱，本官的乌纱帽摘了给你们当夜壶。你一个知县用得着自己挖土？我不干，他们不信。陆知县真给钱，不拖不欠。这路比京城的官道还平。
硬得跟石头一样，以后下雨再也不怕一脚泥了。这是苏大人给我们修的路，苏大人真是活菩萨呀！看见了吗？这就是迷信。这路也太好走了吧！这路也太好走了吧！欢迎来万宁做生意，本县免租免税3个月。哇，免租免3个月，这条件真可以。万宁靠海，有盐田吗？有，但都荒了。赵霸天在的时候，盐全靠外面买，贵得要命。带我去看看。好苦，杂质太多。如果能把杂质去掉，就能做出雪白的细盐。细盐，那东西只有京城贵人才吃得起。如果我能把成本压到粗盐的价格呢？木炭过滤，就是这个。怀儿，怎么了？爹，明天帮我烧窑木炭。行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成了。大人，这盐怎么跟血一样白？以后就叫它血盐。这盐比京城贡盐还细。不错，而且成本跟粗盐一样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，盐是命脉，谁控制了盐，谁就控制了钱。官盐1斤50文，品质还不如你这个。你打算卖多少？30文，品质碾压，价格更低。这样你会得罪盐商。盐商背后是盐运使，盐运使背后是……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你爹。你想让我爹给你撑腰？不是撑腰，是合作。军部需要盐，我供应盐，价格比官盐低40%。你爹省了银子，我有了靠山，谁都不吃亏。我写信给我爹，但你得保证产量。给我1个月，日产500斤。有了这50旗，谁想动盐场，得先掂量掂量。别高兴太早，消息传出去，盐商不会坐视不管。血盐，万宁血盐，30文1斤，比官盐白，比官盐细，不信你尝。1斤盐成本8文，卖30文，日利润11000文，1个月就是300多银子。万宁的财政终于有了正向收入。苏大人，在下淮南盐帮王掌柜，这5000两是见面礼，只要大人停了这个盐场，以后万宁的盐我们包了，价格好商量。王掌柜，万宁的盐场不卖。苏大人，淮南盐帮的面子不好不给。王掌柜看见那面旗了吗？黑狼营叶振北将军的签兵。您要是觉得面子比那50杆长枪硬，就尽管试试。苏大人好手段，告辞。他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，淮南盐帮背后是盐运使，他回去一告状，上面会来人。那你怎么办？让他告，我的盐是合法生产，军部采购，价格公道，他告到哪里都站不住脚。你这个人胆子真大。不是胆子大，是算清楚了。哼，明天盐场巡防，我带人去，你别太晚睡。怀儿，那叶姑娘……爹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就一件事儿，发饷。万宁卫自组建以来3个月，前2个月本官只管饭没发饷，因为没钱。今天补发全部欠饷。另外，从本月起，月饷翻倍。普通兵丁600文，队长1两，百户2两。大人，此话当真？还有一件事，
本官设立万宁卫抚恤基金，凡万宁卫兵丁、战死者家属领抚恤银50两，伤残者按等级领养老银。银子从盐场利润中出，年年有，不断供。大人，弟兄们跟了您3个月，有饭吃，有活干，已经知足了。现在又补饷，又翻倍，又设赋税，大人待我们如手足，我们愿为大人效死。不用笑死，活着把万宁守好，比什么都强。从今天起，万宁卫不是乞丐兵，不是残废营，你们是万宁的脊梁。谁敢小看你们，本官第一个不答应。收买人心，你很在行啊。不是收买，是该给的。蛮族异动，北边的蛮族今年收成不好，入冬前必然南下劫掠。我爹的主力在西线，东线兵力空虚，万宁正好在东线。有多少人？最少1万，多则2万。万宁卫有150人，加上叶镇北留的100步兵和50骑兵，满打满算才300人。什么时候来？最快2个月。2个月，够了。够什么？够我把水泥城墙修起来。需要我做什么？练兵，把那300人练成能守城的兵。你比我在行。交给我。2个月内，3件事必须完成。第一，水泥城墙；第二，储备粮草；第三，全民备战。城墙用水泥加固，重点是北门和东门。周铁柱负责攻城。是。粮草从盐场利润里出，独眼负责采购囤积。是。练兵，叶红鱼负责。300人不够，再从百姓中征召青壮，目标500人。万宁刚活过来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他再踩死。是。2万出头，比预计的多。城里准备好了吗？坚壁清野已完成，城外10里内的百姓全部撤入城中，粮食牲畜一并带走，田里的庄稼烧了。关城门。万宁的父老乡亲，城外是蛮族2万大军，他们来抢粮、抢人、抢命，但是他们进不来。这面墙是你们一砖一石修起来的，水泥浇筑，刀砍不动，火烧不透，2万人来了也撞不开。本官跟你们一起守，城在人在。万宁卫在，守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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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统领，这城墙颜色不对，不像夯土。哼，一座小县城能有什么花样？明日攻城，先用象阵撞门。明天他们会攻城，大概率会用战象撞门。我知道，准备好了。什么准备？这是水泥。水泥加水烧开就是热浆，温度比沸水高，粘在皮肤上撕不下来。如果泼到战象身上，烫退战象，封死城门，好毒的主意。不是毒，是为了活命。明天，让他们知道万宁不是软柿子。怀儿，把这个穿上，明天打仗，万一……爹，明天你待在县衙里，哪儿都别去。我不走，你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那就待在城墙下面，别上来。怀儿，能守住吗？
能。来了。等。所有人听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动。点火！热浆破！对准战象，破！滚石！那是什么东西？灰色的水？不知道，从没见过。弟兄们被烫的。再攻，用盾阵，举盾过去，热水泼不透盾牌。热浆撑不到第3波。我知道，让我出城。50骑黑狼营从东门出，绕到他们侧翼，盾阵只防正面，侧面是空的。太冒险，50骑冲2万人，不是冲2万人，是冲他们的侧翼，打完就跑，不恋战，信我。去，活着回来。还是偏了一点。追，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。收，不追了，回城。伤着了吗？蹭的，不碍事。你那一箭800步不错，偏了点儿，本来瞄准的是胸口。下次我教你。统领，今日折损3000余人，战象死了4头，弟兄们也都士气低落。一座小城500人，明日继续攻，本正就不信。统领，斥候来报，西面有一支骑兵正在靠近，打的是叶字旗，叶镇北。他的主力不是在西线吗？不是主力，大约3000骑，但来得很快，明天5时就到。撤！统领，今年不打了，这座城不好啃。那个知县，记住他的名字。怎么走了？怀儿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没事了，走了。你说你一个文官，非要站城墙上，万一那箭射过来，我站城墙上，将士们才不怕。大人，清点完了，我方阵亡23人，重伤41人。记下每一个人的名字，明天我要给他们办一场最体面的葬礼。
23条命换来的太平，不能白死。为万宁守城之意，将士用命血洒疆场。他们是为了我们而死的。张大锤，32岁，断了3根手指的老兵，他守的是北门东段，一个人挡了7个蛮兵上城。第8个上来的时候，他的刀都卷了。李二狗，19岁，征召的民兵，种地的，他连刀都握不稳，但他站在城墙上没跑。孙铁牛，47岁，周铁柱的老战友，但只有一只胳膊推下了3架云梯，推第4架的时候，被剑穿了喉咙。23个人，有老兵，有农夫，有铁匠，有渔民，他们不是什么英雄，他们就是你们的邻居、兄弟、父亲，他们死了，是为了让你们活着，为了让万宁活着。本官在这里立一个誓，他们的家人，本官养；孩子读书，本官出钱；老人看病，本官兜底。这不是恩赐，这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万宁要重建，不是修修补补，是要从头来过。新房子、新街道、新学堂，让每一个万宁人都有屋住、有饭吃、有书读。这23条命，换来的不能只是活着，得活得像个人样。别跪，站着。从今天起，万宁人不用跪任何人。爹，我要拆掉城里那些烂房子啊！赵霸天留下的那些违建，占着车道的铺面，堵着水渠的院墙，霸着良田的庄子，全拆。那些不是都有主的吗？赵霸天死了，但他那些手下，还有本地的几个大户，我知道，他们会恼。那你还拆？这些人用命守住了万宁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挡着万宁变好。就明天开始。下一个，城西赵家粮仓。大人，那粮仓现在是王德富的，他买了赵霸天的产业。违建就是违建，谁买的都一样，拆。谁敢动我的粮仓？我可是花了真金白银买来的，是有地契的。王员外，这座粮仓建在车道上，堵了排水渠，违反限制，本官依法拆除。什么限制？这粮仓赵霸天在的时候就建了，10年了都没人说违建。赵霸天在的时候，万宁没有限制，现在有了。你这是强拆，我要告你，告到府里去，告到京城去。告去吧，本官等着。你们等着，你们等着！大人，这告状信已经送出去了。府里要是来人，来就来。我拆的是违建，不是民产，地契是赵霸天时期的，本身就不合法。这是几家大户的底细：王德贵、赵霸天的马前卒，张有才放高利贷逼死过3户人家，陈大麻子强占民田200亩。他们不是告我吗？那我就让万宁百姓来告他们。王德贵强占了我家3亩水田，我告了5年，没人管。大人有用啊！这些人以前怎么不告呀？以前霸天在的时候，告状如同于送死。够了，传黄德贵等5人，3日后公审。怕什么？他一个小小知县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大不了花点钱打点一下。老王，你没看见城墙上那些兵吗？而且那个叶家的女人还在。那就主动认个错，捐点银子，破财消灾。哼，你觉得那个姓苏的是收银子就能打发的人？
府里来信了，说有人告你强拆，让你自辩。自辩，不是停止，说明府里不想管这事，只是走个过场。你就不怕他们真的翻盘？137份证词，涉及强占田产、逼死人命、放高利贷、勾结匪寇。他们告我强拆，我让全城百姓告他们10年恶行，看谁先扛不住。你这个人真狠。不是狠，是公道。明天就是公审，万宁的最后一批毒瘤该清了。带人犯。苏大人，冤枉啊！我们是良民啊！王德贵，万历35年强占城东李老三水田3亩，伪造地契。万历37年放贷逼死佃户周大做主一家3口。万历39年，还要我继续念吗？今天是公审，不是本官一个人审，是万宁百姓一起审。有冤的上来说。他抢了我家3亩田，我告了5年，没人管。你胡说，那是我买的。闭嘴，让百姓说完。他放高利贷，我男人借了5两银子，利滚利变成50两，还不起，他把我男人打断了腿，关在柴房里3天。我家的田被他们占了，我爹就是被他们逼死的。陈大麻子，你强抢我女儿！他们烧了我的房子，我娘被他们逼得跳了井。他们抢了我的粮食，我丈夫被他们害死了。137份证词，涉及强占田产400余亩，逼死人命7条，放贷害人23户，勾结赵霸天鱼肉百姓10年。诸位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饶命！小的知错了，小的愿意把田全还回去，小的捐1万两给万宁重建，小的也捐万宁重建，小的也捐5000两，小的捐3000。田要还，银子要退，捐款本官不要，但你们欠万宁百姓的，不是银子能还的。判王德贵强占民田，逼死人命，杖50，田产充公归回原主，家产半数充入万安重建基金。张有才。大人，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这2个蛋您收着。怀儿，这可比5000两银子都值钱呀！每户之间留8尺巷道，排水沟从这里走，通到城外。这墙比咱清河老家的结实多了。第一批30户，明天就能住人了。这房子给谁住？烈士家属优先，然后是无房百姓，抽签分配，不花1文钱。嫂子，这是铁凝用命换来的，住进去。娘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房子不好吗？好，太好了！活了60年，头一回住砖房，值了。大人，城里现在有多少人了？上个月统计，在册人口回升到12000户，比半年前翻了10倍。半年前只是座死城，还不够。万宁要真正站起来，还缺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学堂。什么学堂？路修好了，房子盖了，生意有了，但万宁的孩子不读书，20年后还是一样。
我要建一座学堂，免费的，所有万宁的孩子，不论男女，6岁以上都能来读书。大人，这得花不少银子呀。盐场1个月300两利润，每场100两，养得起。3间教室，1间藏书阁，1个操场，够了。先生，学生想办学堂，缺先生。怀儿，要是当年咱清河村有这样的学堂，你爹我也不至于大字不识几个。你做的这些事儿，比当什么大官都强。800里加急。快了。排队，排队，排队，队排队，别挤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娘，女娃也能读书吗？能，男娃女娃都能。同学们，我姓方，以后就是你们的先生。今天第一课，我们学，跟我念“人”。人。再来一遍，大声点。人，人，人，人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这声音等了太久了。天，地，写谁的姓？大人的姓。方先生说，写字要从自己最想写的字开始。苏大人，有件事跟您说。城外几个村子的人也想送孩子来，但路太远，每天来回走不了。那就在村里也设学堂，1个村1间，先生不够就轮流去。当真？当真。银子的事我来想办法。终于差不多了。苏大人，写什么呢？年终考评，朝廷每年考核地方朝臣，这是我的成绩单。人口增长10倍，税收从0到年入4000两，新建房屋300户，学堂4所。这份成绩单交上去，你知道会怎样吗？怎样？要么升职，要么树大招风。升不升职无所谓，万宁还有很多事没做完。苏怀，嗯，没事，早点睡。太好，快来吧！这真是万宁吗？我3年前路过这里，十室九空，连条狗都是瘦的。走吧，听说这里的雪盐便宜，蜂窝煤更便宜，来晚了抢不到好铺面。怀儿，尝尝你爹的新配方。不错，比以前香。那是，这可是你爹我研究了3个月的配方呢。苏大人早。大人，您订的那批铁钉好了。苏大人好。在看什么？在想1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。1年前这里是坟墓，现在还不够。还不够。今年是第1季稻，如果收成好，万宁就能自给自足，不用再从外面买粮了。
丰收。大人，统计出来了，今年全县稻谷产量比去年翻了4倍，够全城吃2年的了。好，留够口粮和种子，余下的卖了，银子存入县库。年收入12000两，年支出8000两，结余4000两。大人，府里来了公文。终于来了。大人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看他们想看到什么。考公司来人，是例行考核，还是有人在上面说了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不管是哪种，万宁的成绩摆在这里，谁来看都一样。大人，要不要提前准备准备，把城里再收拾收拾？不用刻意，什么样就什么样，真金不怕火炼。怀儿，又出什么事了吗？朝廷来人考核。考核？考什么？考不过怎么办？爹，不是考试，是来看我干的好不好。那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干得这么好，尽管让他来看。这城墙是什么材料做的？下官不知。这就是万宁吗？下官万宁知县苏怀，恭迎钱大人。苏知县，咱们先随便走走。大人请便，下官陪同。老人家，这万宁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好着呢，比以前强100倍。苏大人来了以后，行了行了。苏知县，你上任多久了？1年零8个月。1年零8个月，把一座死城变成这样。万宁百姓肯干，下官只是搭了个架子。年入12000两，这还是一个县吗？回大人，盐场和煤场是大头。苏知县，本官考核地方官15年，看过贪的、懒的、庸的、装的，像你这样的，头一回见。大人过奖。不是过奖，是实话。苏知县，本官问你一句实话，你在万宁做的这些事，朝廷里有人不高兴，你应该知道吧？知道。盐场动了盐运使的利益，煤场动了本地豪强的利益，你那篇电视策论得罪了半个朝堂，有人想借这次考核把你拉下来。所以大人是来拉我下来的。